记者曝光毒砂锅，用它煲汤就是煲毒汤，许多人家里还在用。烹饪的方式有很多，通过炸、煎、蒸、煮、炖、烤都能得到美味的食物。只不过王阿姨年龄越来越大，她更希望自己吃的食物不仅是美味，更要健康，以此来让自己获得长寿。通过一番了解，她得知蒸、煮和炖都是比较健康的烹饪方式，而高温煎炸就有可能会引发致癌物质。王阿姨思考了一番，觉得这点说得很有道理。毕竟人们看望体质虚弱的病人都会选择炖汤，为了让汤更有营养，人们会在其中加入鸡、排骨等滋补品。想到这里，王阿姨决定经常给家人炖汤来补充营养。为了更好的炖汤，王阿姨从市场当中购买了砂锅，因为砂锅相对来说比较保温，炖出来的汤会醇香四溢。王阿姨选择了各式各样的滋补品，在她的妙手之下，鱼汤、鸡汤、排骨汤、牛肉汤都栩栩如生，家人们很是爱喝，于是王阿姨炖得更勤快了。但她没有想到的是，自己辛苦炖的滋补汤竟然会成为损害家人的毒汤。王阿姨在看电视的时候，偶然发现记者曝光的毒砂锅竟然和自己家的一模一样，而她每天还在用这种砂锅煲汤。这种砂锅是什么砂锅呢？为什么它熬制出来的就是毒汤呢？砂锅还能有毒？这天，王阿姨在看新闻的时候，突然看到自己家的砂锅出现在电视里，而同时出现的标题更让王阿姨震惊，那就是你家厨房里的砂锅实际是一口毒砂锅。这样的标题可把王阿姨吓得不轻，因为她非常热爱这口砂锅。她不仅会用这个砂锅煲汤，还会用砂锅做菜吃，现在很流行砂锅菜，许多饭店都是以砂锅菜作为主题开设的。如果砂锅有毒的话，这些食物进入人体当中都会成为危害人体的毒药。于是王阿姨非常仔细地看这则新闻，她发现这样的标题并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记者通过调查研究发现，有些砂锅是真的在释放毒素。在90年代左右，铅中毒普及在我国各个地区如火如荼的开展。很多人都知道，如果人体吸入大量的铅，那就会出现剪刀腿等畸形的中毒反应。因为这些普及，孩子们不再啃食铅笔。可是令王阿姨没有想到的是，被曝光的毒砂锅当中就有大量铅金属，除此之外还有镉等重金属。这是因为商家为了赚取更高的利润，他们制作砂锅原本应该用的陶土或砂岩原料里掺入了含有铅、镉等重金属的釉料。这些重金属的加入可以让砂锅的烧制时间更短，烧制的数量更多，还能让砂锅表面光鲜亮丽，进而更好出售。更重要的是，低成本的砂锅也方便他们打价格战，只不过苦的是消费者，因为这些毒砂锅烹饪出的食物都含毒。然而砂锅文化在我国历史悠久，我国最出名的文化之一就是中医。在中医学当中，熬制药膳就需要用到砂锅。难道说千年来我们一直在给自己下毒吗？这自然不是，因为并不是所有砂锅都有重金属。记者在走访过程中发现，大部分砂锅的生产都是经过严格质量控制，也是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。只有少数砂锅存在重金属超标的问题。这些砂锅也有共性的特点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来源不明。因为砂锅当中加入重金属成本较低，所以毒砂锅可以打价格战。如果砂锅的价格低于市场价很多，那它就可能是毒砂锅。这些毒砂锅通常都不会在专门的店铺当中卖，为了减低成本，它们可能会出现在路边摊，也可能会出现在网上那些看似打折的砂锅产品中。他们没有知名的品牌，为了忽悠消费者，毒砂锅会给自己打上纯手工定制的标签。所谓的纯手工定制，不过就是很难经过部门验收的小作坊制作而成的砂锅。他们没有生产许可证，没有正规标识，有的只是价格便宜。除此之外，有些砂锅表面颜色鲜艳，而且摸起来十分粗糙。这些砂锅都可能是加入了重金属的釉。经过一番仔细对照，王阿姨发现自己购买的砂锅就是记者曝光的毒砂锅。她没想到自己辛苦熬制的汤会因为砂锅变成毒汤，担心自己和家人喝过毒汤后身体有问题，王阿姨连忙带着一家前去体检。他们的体检结果是什么呢？毒汤无毒。
医生告诉王阿姨，所谓的铅中毒就是铅会攻击人的神经系统、肝脏、肾脏系统。神经系统控制着人的情绪、大脑，当神经系统遭到损伤，人们会出现头晕头痛、记忆力下降、情绪阴晴不定等问题。肝脏则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毒器官，如果肝脏被攻击，人体内的毒素就很难被清除，从而会诱发各种疾病。肾脏同样是帮助人体新陈代谢的地方，它还能维持人体各项机能的平衡。如果肾脏出现问题，多种疾病自会缠身。对于中老年人来说，身体各项机能本就在发生退化，如果再受到毒金属的攻击，身体的各项免疫力就会下降，寿命也会减短。如果是镉中毒的话，中老年人的钙流失将会更加严重，他们的骨质会疏松，因为镉会侵害人体的骨骼。好在王阿姨的体检结果还算健康，这也让王阿姨松了一口气。难道说她喝下的毒汤实际是无毒的吗？当王阿姨说了自己家砂锅一事，医生告诉她，就算是体检结果没问题，也不一定意味着砂锅是无毒砂锅。毕竟王阿姨购买砂锅的时间不长，可能还没有受到毒金属污染和攻击。而医院里很多病人连续几年使用砂锅，身体脆弱的不堪一击。比如范女士因为肾衰竭住过几次重症监护室，她就是因为常年使用紫砂锅，导致自己的肾脏被攻击。之所以可以肯定是砂锅的原因，是因为她前往测试机构检测出砂锅含有超标的铅和镉，镉也会攻击人们的肾脏。王阿姨想要知道自己的砂锅有没有问题，也可以去测试。王阿姨听取了医生的建议，而专业机构的检测结果和医生所预料的一样。王阿姨的砂锅并不是无毒，只是因为她接触时间短，所以还有特别大的问题。王阿姨想到自己自从用上这个砂锅之后，经常出现便秘的情况，恐怕也是砂锅影响到她正常的消化系统导致的。想到此，王阿姨赶紧扔掉自己的砂锅。不过使她震惊的是，砂锅有毒的不在少数，而除了砂锅之外，很多餐具都含有重金属。专业机构告诉王阿姨，很多碗被315打假曝光，它们都是含有重金属的次品碗。央视新闻也曝光了市场当中有含毒的铁锅，这些铁锅的出现也是商家为了谋求更高的利益，他们会使用废铁重新进行加工铸造铁锅。新闻曝光之后，不少人拿着自己家里的铁锅来检测。不出意外的是，那些来源不明的铁锅当中的确含有铬等金属物质超标的现象。毒铁锅因为表面不够光滑，它就很容易藏污纳垢。当被隐藏的油脂在高温状态下，就会产生致癌物质。听到专业机构这样说，王阿姨想到毒砂锅也是表面粗糙，所以同样会导致藏污纳垢以及微生物难清理的情况。不过好在并不是所有砂锅都有这样的问题。检测机构也表示，如果好好挑选的话，也能买到优质的砂锅。那么砂锅应该如何挑选呢？3. 未来需要的做法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想要购买优质砂锅，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选择知名品牌和正规渠道。因为知名品牌相对来说有保障，他们会经过国家质检，同时也有售后服务。除此之外，在购买砂锅时，应该看清砂锅上面写的信息，其中包括产品信息、生产日期、食品安全认证等等。这些信息能很好的保障砂锅的品质。另外，从记者曝光的毒砂锅新闻中，我们也应该知道，想要挑选优质砂锅，可以观察砂锅表面和内壁是否光滑，色泽是否均匀。砂锅是否光滑，可以看出制造砂锅的过程中是否加入了重金属，这也就能看出砂锅的材质是否是纯天然砂料。这些方法都能够帮助我们购买到优质砂锅。不过，想让更多的人不受毒砂锅的侵扰，更重要的应该是国家和社会的转变。社会应该像宣传铅中毒那样，加强对于毒砂锅、毒厨具的教育，从而让大家有更高的警惕性，也能让那些毒厨具无处遁形。国家也应该加强监管和打击力度，让食品安全方面不再出现问题。结语：科技的发达本应该造福人们的生活，而不应该成为谋利夺命的手段。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更加关注食品安全问题，让这些科技与狠活远离我们的生活。如果像王阿姨这样不小心被科技与狠活侵害，
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多吃一些维生素，多喝水，多运动，帮助自己排毒，并把有毒物质尽快处理。我们还需要警惕一些老化的厨具，这些老化厨具也应该尽快处理，因为老化也容易侵害人们的身体。